苏无忌循声扭头看过去，随后瞪大了眼睛。不，苏无忌确实没想到，在这里居然能遇到自己的老爹。这老登不是已经回首都了吗？怎么又突然出现在了云烟湖边？姚洛莲的身形狠狠一颤之后，立刻站了起来。他缓缓转过身，望着那个从车上下来的身影，眼眶霎时就红了。他的眼睛里已经满是难以置信。那些散落在青春记忆里的幻影，那些被时光尘封的悸动，竟在此刻凝聚成真实可触的轮廓。本以为无缘的人这辈子都不会相见，可谁能想到相见却比暗恋推迟了那么多年。遗憾吗？姚洛莲望着那人，心头翻涌的浪涛让他也看不清自己的答案。他没法故作轻松，更做不到淡然释怀，只因胸腔里正掀起排山倒海的波澜。时光的长河奔涌至今，终究还是把错过的人冲到了入海口。苏无忌清清楚楚地看见，身旁的涟漪已经有泪珠顺着脸颊滑落。姚洛莲本就生得清丽，此刻泪眼朦胧的模样，恰似带露梨花，格外动人。我去，这阿姨不会是真的跟我爸有一腿吧？苏无忌忍不住地想着。之前姚洛莲的状态不太对，他就觉得这里面可能有问题，可没想到问题真的出现在老爸的身上。哼，这老登年轻时候到底欠下过多少风流债？对于姚洛莲来说，这短短1个小时简直像是经历了一场隔世的梦。他看着朝着这边走过来的男人，再度恍惚了。只需看上一眼，姚洛莲便确认这个男人就是苏芮。他的长相自己早就深深镌刻在心底最深处了。即便过了那么多年，可对方似乎并未被岁月留下多少痕迹，甚至看起来要比家里老夏年轻得多。随着苏芮一步步的走近，姚洛莲的心跳简直都要停止了。然而看着对方那张一如往常的脸，这一刻夏夫人忽然间有点心慌。他没老，我却老了。我不想让他看到我老了的样子。事实上，姚洛莲看起来可一点不老，由于保养得当，外表也就40出头的样子，顶多眼角有些细纹，但终究不是当年那个梳着马尾辫的校花了。青春2字早已被岁月从她的身上带走。姚洛莲完全不复平日里的镇定与从容，心慌意乱之下，连忙转过身去，手忙脚乱地打开包，想要临时补个妆。可是由于手指抖得太厉害，刚打开包扣，整只包包便掉在地上，粉底与口红滚了出来。苏芮也愣了一下，因为她一下车便看到了一个漂亮女人正眼睛红红地看着自己，好像受了很多委屈，眼睛里全是复杂之意。这是儿子在撩妹吗？这小子什么时候喜欢这么成熟的了？都说女大3抱金砖，可这得差着辈了吧？这混小子。苏芮其实也不在意儿子找个年纪大的，可人家现在眼眶红红的，是怎么回事？肯定被这小渣男欺负了。苏芮一瞪眼，没好气地说道：苏无忌，你又欺负人家了。苏无忌连忙双手举起，大喊冤枉。爸爸真没有我冤枉啊，我和莲姨正在聊天呢，她是长辈，我这怎么可能欺负她？苏芮，好啊，你连长辈的主意都敢打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再度转回身，看向了苏无忌，努力让自己露出礼貌性的微笑。可是这平时信手拈来的笑容，此刻落在苏芮眼里，
只剩渲然欲泣的倔强与强撑的体面。你这是……苏瑞连忙上前，伸出了一只手，说道：我是无忌的父亲，这孩子是我没教好，如果他欺负了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一定大耳光抽他。姚洛莲看了看偶像这略显慌乱的样子，一下子破涕为笑。他垂眸看了看那只伸出的手，轻轻将右手放了上去，随即又把左手也轻轻附了上去。掌心传来的温度如此真切，一遍遍提醒着姚洛莲，这不是梦，这是真的。苏无忌看着两人握在一起的手，目光狐疑的在莲姨和老爸的脸上来回逡巡了好几遍。他能看出来，老爸好像对此也是一脸懵逼，毫不知情。我爸他不会是提上裤子不认人了吧？苏无忌忍不住地想着，我要不要告诉我妈，让她来帮我爸回想回想？你请问你怎么了？苏瑞问道。好家伙，想当年叱咤风云的太阳神，此刻竟也有些手足无措。姚洛莲似乎忘了放开手，她望着苏瑞的眉眼，雾蒙蒙的眸光里藏着一丝满足。红唇轻启，她轻轻说道：你好，苏瑞。没想到这辈子居然还有机会能面对面喊出他的名字。同样没想到的是，喊出他名字的时候竟是在这种情境之下。这一刻，姚洛莲眼睛里又慢慢积蓄了泪水。苏瑞。你好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苏无忌的眼睛里涌现出了更加浓郁的八卦之光。姚洛莲深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我是夏红镇的家属，所以对无忌的家庭情况稍稍有一些了解。苏瑞说道：原来是夏夫人，你好。姚洛莲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，随后缓缓把手松开了。夏夫人，这一个称呼把她瞬间从回忆拉回了现实之中。这一刻，苏无忌分明从莲姨的眼光里看到了许多的情绪，有失落，有怅惘，还有一些对于逝去青春的回想。姚洛莲也不是那种又当又立的人，夏夫人这三个字给她带来了现如今的地位，贯穿了她的半生，她自然不会否认这个事实。瑞哥比我大几岁，叫我洛莲就好。姚洛莲停顿了几秒，才说道：我女儿和无忌关系不错，所以我正想和他多聊几句。苏瑞听了之后稍稍放下心来，毕竟他本以为苏无忌是撩拨了夏红镇的老婆，正准备回去用拖鞋抽他屁股呢。他说道：原来是这样，无忌这孩子不错，心思活泛，脑瓜子灵光，而且还带着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，这些。姚洛莲轻轻接过话头，目光依旧定定地望着他，语气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。这些都是遗传你。苏无忌难得听到老爸这么夸奖自己，心里正暗爽着呢，结果冷不丁地听到了莲姨这句话。他立刻说道：不，我这多半还是遗传我妈。姚洛莲脸上的笑容不变，眼尾的细纹里透着暖意。无忌的妈妈肯定也很漂亮吧？这似乎是一句很正常的问话，可落在苏无忌的耳中，他总觉得这句话似乎有点怪怪的。他直接说道：和莲姨一样漂亮。这句直白的夸赞让姚洛莲眼底的光明显亮了几分。他笑着说道：瑞哥，你能把无忌培养得那么优秀，真的很厉害。我们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？如果我女儿和无忌真的在一起了，咱们也方便沟通。好，当然好。面对这个要求，苏瑞当然不可能拒绝。两人互留了电话号码。这个过程落在苏无忌的眼睛里，
总觉得有种中老年相亲的感觉，看得他直咂巴嘴。瑞哥。姚洛莲只扫了2眼屏幕，就把号码记在了心里。抬眼时，睫毛上还沾着未干的潮意，眼眸却亮得像雨后初晴。怎么？苏瑞问道。拥抱一下吧，偶像。他顿了顿，说道。这语气里似乎带着点豁出去的坦然，笑容却轻快的一如当年在他脑后飘荡的马尾辫。其实，在青春期里，姚洛莲已经不知道练习过这句话多少遍。这是他在脑海里假想与苏瑞相遇时排练过无数次的开场白。偶像。苏瑞愣了一下。你当年从德弗兰西岛回来那阵子，我们全校都成了你的追星族，暗恋你的女生数都数不清。把过往的事情说出来，姚洛莲的笑容好像轻松了许多，唇角的弧度越发柔和。我大学的时候还和宿舍的几个女同学一起去了一趟阿尔卑斯山旅游。苏无忌没听出话里的破绽，苏瑞自然更不会深想，谁会把多年以前的少女心事翻出来细究呢？只有姚洛莲自己知道，并没有什么全校女生的暗恋，不过是她一个人的兵荒马乱，也没有所谓的宿舍同行。阿尔卑斯山的雪只落在她一个人肩头，只不过是想踩着她走过的路，圆一场遥不可及的梦。原来是这层关系。苏无忌恍然大悟，随后瞄了瞄自己的老爹，偷偷腹诽道：没想到这老登当年名气这么大，全民偶像啊。苏瑞也彻底松了口气，闹了半天原来是追星现场，这么一来，对方先前那些泛红的眼眶和失态的行为倒都有了合情合理的解释。这把苏瑞整的也有点怀念青春了。好啊，拥抱一下。苏瑞张开双臂，爽朗地笑道。时隔这么多年，咱们还能在现实里见面，也是缘分。姚洛莲往前站了半步，抬手抱了一下苏瑞，他并未用力拥抱，这个动作轻得像羽毛拂过湖面，连涟漪都来不及泛起就已消散。2秒钟之后，他便松开了手。这个一触即分的拥抱，像一个曲度完美的句号，落在了那段横跨青春的暗恋末尾。瑞哥，再见。姚洛莲转身离开时，初冬的阳光正散发着暖意，她的笑容里再无半分遗憾，只有彻底的释然。青春里那场盛大而隐秘的心事，总算有了个温柔的收梢。爸被漂亮阿姨暗恋了这么多年，你的心里骄傲了没？苏无忌问道。骄傲？你以为你爸我像你这么浅薄？是。苏瑞坐在湖边的长椅上，望着烟波渺渺的云烟湖，说道：往事如风，想当年你老爸我也是。停停停！苏无忌打断了老爸的话，因为这老登一旦开始说想当年这3个字，那就没个完了。每次聊起以前的事情，你小子都得打断。你是不知道你老爸当年有多吗？爸，你要是再说，我就把今天的事情告诉我妈。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。苏瑞掏出手机，给儿子转了1000块钱。拿了钱就闭嘴。苏无忌，这也太少了吧。苏瑞一瞪眼。哎，要不要？你妈把我管得死死的，你当我有多少私房钱呢？行吧，蚊子肉也是肉。苏无忌嘿嘿笑着，在屏幕上点了收款。能从老登的手里坑来一笔钱，真是让人心满意足。爸，我马上要去南丽了，和妍希一起去。苏无忌说道。行，注意安全，玩得开心。苏瑞只是很随意地说了一句，和去非洲之前的叮嘱天差地远。你这次难道不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吗？苏无忌又问道。有妍希跟着你，
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苏瑞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，要不你俩顺便给我抱个孙女回来。苏无忌说道。我倒是愿意，可妍希对我好像没那么感兴趣啊。苏瑞，那是你水平不够，以后跟你老子多学着点。我去非洲之前，你还说等我回来要给我摆酒呢。苏无忌撇撇嘴说道。现在也没见个影子啊。苏瑞指了指远处，这不来了吗？于是苏无忌便瞪大了眼睛，因为他赫然看到2个骑着电动车的男人正朝着这边而来，一个穿着黄衣服，一个穿着蓝衣服。苏无忌缓缓瞪大了眼睛。我去有外卖。外卖送的酒也算酒。苏瑞说道。蓝衣服外卖员送来了3小瓶二锅头，黄衣服则是送来了几样小菜。苏瑞亲自把菜摆在长椅上。苏无忌一脸无语。就这？苏瑞说道。就这？这时候，一道声音在后方响起。就这？苏瑞明显知道有人要来，他头都没抬，说道：这还不行，就这伙食，比这小子在非洲吃的可好太多了。苏无忌抬头一看，有点意外，咧嘴笑道：大伯您老人家来了，您快管管我爸这铁公鸡，他肯定是要趁着几家外卖巨头大战的时候来薅羊毛的。苏无羡来了，他没好气地踢了弟弟的屁股一脚。你让我来喝酒，就喝这个，我要是早知道就带着茅台来了。苏瑞呵呵一笑：你最好把你存的那些茅台原浆全带来，看看我能不能都给坑走。瞧你没出息的样子。苏无羡说着，先拧开了一瓶二锅头，而他的司机已经抱着一把折叠椅跑来，把椅子放在了长椅中段的前方。苏无羡自然占据了中间这把折叠椅，于是苏无忌和老爸分坐长椅两端，那几个用塑料盒盛着的小菜在长椅上一字排开。苏瑞也拧开了一瓶酒，递给了自己的儿子。苏无忌看着大伯和老爸，莫名觉得这俩人没安好心。两位尊敬的长辈，您二位大驾光临，专程赶到这美丽的云烟湖畔来请我喝酒，为什么我的心里有种发毛的感觉？苏瑞呵呵一笑：怎么，我是你亲爹，还能请你摆鸿门宴啊？苏无忌点点头：可能性很大。来。苏无羡打断了俩人的对话，率先举起了酒瓶。苏瑞和大哥碰了一下，苏无忌明显有些迟疑。这喝酒总得有个由头吧？苏无羡喝了一口酒，往嘴里丢了2粒花生米，用很随意的语气说道：庆祝你成为苏家下一任家长。苏无忌瞪圆了眼睛：我可不干啊！苏无羡，帝候选人，下一任家主的候选人。大伯您老说话能不能不要大喘气？苏无忌放下心来，也喝了一口二锅头，无所谓地说道：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弟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么优秀，我当个候选人陪跑也行啊。苏瑞，候选人就一个啊。噗！苏无忌把酒喷出来了，苏无羡的唐装被喷湿了一大片。他对这个侄子宠爱有加，倒也是丝毫不在意，而是慢悠悠地说道：怎么不想干了？苏无忌说道：我这么不靠谱，怎么可能成为唯一的家主候选人？我是真的干不来呀，能力不够，眼界不够，实力也不够。苏无羡说道：都够，还差得远呢。苏无忌连忙道：大伯有您老人家跟我爸坐镇，哪里还能轮得到我啊？求求您，我是真的没法干。苏瑞说道：
我和你大伯都专门赶来了，你小子是不打算卖我俩这面子？苏无忌陪着笑，爸，大伯，我确实是能力有限，而且我这形象也不够正面啊，天天在灯红酒绿里醉生梦死的，有伤咱们老苏家风评。这种只出力却没好处的事儿，傻子才干啊。苏瑞说道。你要是不干，我就把妍希从灵州调到首都去。苏无忌咧嘴一笑，妍希去首都也行，反正婉星也在首都呢。苏无羡没好气地说道。当家主候选人有什么不好的？其他世家子弟为了争抢家族未来话事人的资格，一个个明枪暗箭，打生打死的，老死不相往来的都不在少数。可到你们兄妹这儿倒好，一个个全部往后缩。苏无忌嘿嘿笑道。这不是我们互相谦让吗？但是我觉得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明显谦让过头了，他们随便挑一个出来都有能力干这事儿，都比我强得多。苏无羡抬眼看着他，那你来挑一个，我听听合不合适。苏无忌警惕地问道。大伯您老人家这不是在给我下套吧？苏瑞没好气地说道。你小子对你大伯还不放心，这场谈话仅限于我们3人之间，不会外传。苏秦吧，苏无忌说道。我就觉得他最合适，形象正面，有大局观，性格还最大气，不像我这样小气巴拉的。苏秦不如你。苏瑞说道。你脑子灵活，智商够高，每一次都能未雨绸缪。苏无忌更警惕了，反问道。爸，我在你心里的形象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高了？听着这夸奖，心里爽归爽，但小苏可没有被这些夸奖冲昏头脑。不仅是我这么想，苏瑞说道。家里的所有长辈都这么认为，关于你是唯一候选人这事儿是全票通过的。我真不想干。苏无忌哭丧着脸。要不你们再把家里的老头子们都叫来，再开个会讨论讨论。苏无羡摇了摇头，拿起酒瓶独自喝了一口，随后沉默不语。这样子看起来似乎有点惆怅。苏瑞也摇了摇头，站起身看向云烟湖，不吭声了。苏无忌知道大伯一贯疼自己，看到他因为这个问题这么困扰，心里一时间也软了下来。但心软归心软，这个未来家主的位子，自己还是不能坐。爸，大伯依我看，苏无忌主动打破了沉默。要不你们让我哥上，我来辅助他，该我承担的责任我绝对不推卸，行不行？苏无羡抬起头来道。你的意思是苏秦来当苏家的未来家主候选人，而你当未来的影子家主。影子家主的意思是，家主不方便做的决定他来做，家主不方便干的事情他来干。影子顾名思义，就是始终站在家族的暗影里，翻云覆雨。苏无忌说道。是啊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了。要是论起家主的位置，我哥苏秦真的比我合适多了。可是影子家主会少很多光鲜，少很多名利。苏无羡很认真地看着自己的好大侄，说道。年轻人哪个不在意这些？每天站在家族的背面阴影里，你受得了吗？我真不在意。苏无忌觉得大伯似乎松口了，于是松了口气。我其实没什么远大理想，每天只想挣钱、打麻将、看姑娘。苏瑞拿起小酒瓶跟苏无忌碰了碰，勉为其难地说道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既然你不想走到台前，我和你大伯就不逼你了。说完，他一口气把那一小瓶二锅头喝光，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多开心。苏无忌有点于心不忍了，他说道。爸您放心，当影子家主更适合我，该我做的事情我一定不含糊。哈，
祝你顺利。苏瑞说道。说好了，不能反悔。苏无忌，您放心，我肯定不反悔，说到做到。下一秒，苏瑞忽然掏出了自己的手机，说道：你们都听见了，无忌说他不反悔。那手机的屏幕上赫然显示的是视频会议的界面。苏无忌抬眼一看，包括姑姑苏赤烟在内，所有的家族长辈都赫然在列。爸，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苏无忌一头雾水。苏瑞微微一笑：没什么，就是让长辈们做个见证，今天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。苏无羡把喝光了的二锅头往长椅上一放，随后站起身来：无忌，把这儿收拾一下，我和你爸就先回去了。苏无忌，哼，他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，就见到老爸和大伯已经钻进劳斯莱斯幻影的后排了。上了车之后，兄弟两人哈哈大笑，这和之前在湖边的惆怅模样完全不一样。这哥俩真是难得这么和谐。苏瑞说道：我就说吧，就算直接让无忌当影子家主，他肯定也会推脱，但要是一开始让他当家主的唯一候选人，那么他就会主动退一步，毫无怨言地选择当影子家主了。确切地说，现在还是影子少主。苏无羡笑着摇了摇头：挺好，让无忌先当影子家主，再慢慢让他过渡成为整个家族的话事人饭嘛，要一口一口吃，着急不得。苏瑞说道。苏秦这小子也在给我推脱，得想办法也把他坑进来。要是苏无忌听了这些对话，八成要哭出来。居然被这两个老登算计成这样，什么惆怅，什么郁闷，全都是在演。人家一开始就是奔着让他来当影子家主的，苏无忌天天还主动开口请缨，还口口声声说自己绝不反悔。傍晚时分，苏家的影子少主坐上了飞往南离国的飞机。他回想着和老爸与大伯的谈话，总觉得味道不太对。这老登之前还说这次对话仅限于3人知道，绝不外传，结果手机还在开着视频会议。苏无忌警惕地说道：这里面一定有坑，一定有诈。朴妍希坐在苏无忌的旁边，两人都是经济舱紧急出口的位置。妍希，来，咱们聊聊天。苏无忌说道。朴妍希正看着舷窗外的傍晚天光，闻言转过脸来，微笑着说道：好啊，无忌少主。苏无忌瞪大了眼睛：你怎么知道这事儿？朴妍希的眼眸里漾出笑意：当时我的手机也在开着视频会议啊。我去，你也在？苏无忌回想了一下当时的会议成员列表，可惜自己只是匆匆扫了一眼前面的几个名字，并没有往下翻。不仅我在，红颜阿姨、傲雪阿姨他们也都在。朴妍希微笑道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合着这事儿就我一人不知道？不，你们兄弟姐妹都不在会议室里。朴姐姐笑着说道：而且叔叔本来就没打算把我调去首都，他吓唬你的。苏无忌终于反应过来了，这两个老登他们就是下了个套，引着我主动说出要当影子家主。回想着大伯和老爸那惆怅低落的样子，苏无忌真是越想越觉得自己脑残了。从自己出生起就没有见他们惆怅过，自己当时居然被感情牵着鼻子走，竟是忽略了这么重要的细节。怪不得老爸还逼着自己主动说出绝不反悔这种话，合着从头到尾全是套，以后也不叫他老登了，就叫老套。挺好的，其实我也觉得没人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了。朴妍希说着
伸出手来，轻轻拍了一下苏无忌的膝盖上方。苏无忌低头一看，咧嘴笑道：妍希，你要是答应我愿意天天这么摸我的腿，我就干这个影子家主。朴妍希收回了手，微微抿了抿嘴，扭头看向了窗外。我刚刚不是摸你，那是随手一个鼓励的动作，被你说的这么色。那我就不当这个影子了。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：我马上就跟老苏撂挑子去。朴妍希还看着窗外，沉默着。隔了几秒，他伸过手来，在苏无忌的大腿上拍了一下，就拍了一下而已，那只牵手便如触电一般收了回去。苏无忌眉开眼笑，心满意足。没想到当影子家主还能有这种福利。他随后给自己戴上眼罩，感觉真好，睡觉睡觉。朴妍希的眼睛里映着天边的火烧云，俏脸反射着晚霞的颜色，已然热了不少。其实在全程围观视频会议的时候，苏瑞叔叔所说的那句你俩顺便给我抱个孙女回来，他也清楚地听到了。飞机落地南离之后，一台杰尼赛斯 GV80 已经提前等在停车场了。这是朴妍希提前租的一台车。苏无忌坐进干净的车厢里，啧啧说道：姐姐就是好安排的井井有条。朴妍希给自己戴上安全带，随后道：现在愿意喊我姐姐了。得分情况。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：有些时候更适合喊姐姐，但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。朴妍希不正经。他随后发动了车子，径直离开。半小时之后，一个戴着棒球帽的男人从另外一架航班的舷梯上走了下来。如果苏无忌在这里，一定能一眼认出来，这就是国际刑警组织的刑侦专家高海峰。他也走到了停车场，在一台现代轿车的旁边停下，伸手往轮拱下面一探，在左前轮上摸到了车钥匙，随后解锁，径直驶出机场。而看高海峰的行驶方向，正是苏无忌和朴妍希离去的那条路。到了一家5星酒店，苏无忌和朴妍希开了一间2室的套房，办好了入住后，才登录了博客的邮箱。在苏无忌登录的2分钟后，侵越计划的亚洲区负责人严坤便随之发来了新消息，集合时间更改为明天凌晨4点，集合地点为位于江南区的南立大学。苏无忌眯了眯眼睛，凌晨4点南立大学，这么早去大学里做什么？随后他闭上了眼睛，明显已经开始思考下一步的计划了。朴妍希走到了苏无忌的身后，揉着他的太阳穴，动作非常轻柔。过了10来分钟，苏无忌才睁开眼睛，说道：我家妍希按的可真舒服。时间不早了，先休息吧，养精蓄锐。朴妍希说道。苏无忌：我不光脑袋累，胳膊和腿都有点疼。朴妍希的眼睛里立刻闪现出了一抹担忧。苏无忌：大概是我全身都想被你按。老大不小了，还没正经。朴妍希轻轻推了他的后脑勺一下，随后进浴室洗澡了。苏无忌嘿嘿一笑，听着传来的水声，思绪却开始飘远了。他坐到了桌边，拿出了几枚硬币，在桌子上摆出了一个阵型。这1枚硬币代表我和妍希，这2枚代表天泉神殿的清月计划成员，再来2枚代表月影神殿安插在南离国的成员。他盯着这些硬币，自言自语：那么如果这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，那么这只手要的是什么？这倒不是苏无忌神经过敏，实在是从德芙兰西岛
到非洲的一系列事件来看，背后始终有一只无形的手正在拨云弄雨。苏无忌不确定这些黑手到底是不是同一只，但不得不防。他的眉头轻皱，手里捏着一枚硬币，迟迟没有放到桌面上。两人睡到了3点钟，便换衣服起床了。南立大学距离他们居住的酒店大概有半小时车程。可惜的是，苏无忌和朴妍希就算是赶到了，也无法冒充伯克等人。严坤身为清月计划负责人，之前见过所有手下的样子，也就是说，到了4点钟，严坤大概就能判断出来，伯克一行5人肯定出事了。对于这位被天泉神殿的奥丁极为重视的华裔，苏无忌还挺感兴趣的。要是拿下这家伙，是不是就能要挟那位天泉之神了？虽然奥丁从不自称天泉之神，但黑暗世界的其他势力基本都这么称呼他了。这2年来，天泉神殿的形势越发高调，颇有种代天行权的感觉了。过了半小时，朴妍希停下了车，窗外是三三两两的年轻人，有的是从自习室里走出来，有些刚刚结束夜场的娱乐活动，果然印证了那个说法。不管是玩还是学，南立人反正是不睡觉。苏无忌赫然看到邮箱里又弹出了个新消息：集合取消，各自返回住处，下次集合地点等待另行通知。苏无忌的眼睛一下子眯了起来。临时取消集合，难道说我们暴露了？朴妍希说道。也许那个严坤得知了伯克等人被捕的消息。紧接着，伯克的邮箱忽然弹出了一个通话邀请。是的，这次不是邮件，是通话。苏无忌看了朴妍希一眼，后者点了点头。苏无忌按下了接通键。我知道，伯克被出事了，林州小组的5个人都被抓了。一道低沉的男人声音从听筒之中传了出来。他们平时佩戴的手环可以自动发送定位信息，如果手环脱离手腕超过8小时，我这边就会收到警报提示。此人说着普通话，发音非常标准。苏无忌没吭声，他早就猜到伯克等人的身上应该还有一些能自动传输信息的东西。那边继续说道：我知道华夏警方在听着，但毕竟这里是南立国，不是你们的管辖范围。如果你们在这里出了事，我想华夏方面也是很难查出真相来的。苏无忌咧嘴一笑：怎么着威胁我们呢？并不是威胁，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参与进来，这事儿从头到尾都和你们无关。你们在华夏的国境内杀了人，我们当然要追查到底。苏无忌淡淡道：如果你愿意主动自首，我倒是可以撤回华夏。那边说道：我是不是可以把你的话理解为拒绝与我们和解？苏无忌反问：你就是严坤？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下，随后说道：你可以这么称呼我，但这只不过是个华夏名字而已，不要你想着用华夏国家情感来说服我，这没用的。苏无忌呵呵一笑：说服你不？我既然来到这儿了，就不是来说服你的。顿了顿，他补充道：是来打服你的。严坤又沉默了一下，才说道：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给你们打电话吗？为什么？苏无忌反问：因为在南离大学集合的邮件，我只发给了伯克的邮箱。严坤说道：也就是说，来到这儿的只有你们而已。其他清月计划的成员都没来。苏无忌呵呵一笑：可以啊，严坤，水平够高的，
这么不着痕迹就给我下了套。严坤说道：你们乘坐的车子是一辆绿色的杰尼赛斯，正停在南立大学正门的对面，而我手下的狙击手已经把这台车锁定。你真的敢对华夏警察开枪？苏无忌说道：我说过，这里是南立。严坤淡淡道：就算是我杀了你们，华夏方面也不知道是谁干的。我不在。苏无忌说道：如果你胆子够大，就直接开枪，我可不信你真的敢这么做。如你所愿。严坤说道：下辈子再见吧。他并未切断通话。砰！南立大学的教学楼天台之上，骤然响起了一道枪声。子弹飞越200米的距离，精准地钻进了那辆杰尼赛斯的驾驶室。驾驶员直接被打爆了头，鲜血溅满了前挡玻璃。我开枪了，华夏已经死了1个人了。严坤的声音再度传出来。不死的并不一定是华夏人。苏无忌微笑道，他的声音很镇定，甚至透着些许玩味，让严坤的心中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严坤拧眉问道。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：很简单啊，昨晚我在收到了你的集合信息之后，就顺手转发给了邮箱里南立组的某个人，还加了一句让他们到大学门口之后不许下车活动，车窗也不能打开，保持通讯静默。混蛋，你在借刀杀人！严坤没想到自己这么严密的布置，居然都能被反算计了。苏无忌微微一笑：其实你给我挖的坑已经很完美了，可惜我刚刚被2个老登骗了一次，心里正警惕着呢。距离南立大学不远的某个公寓楼里，坐着一个看起来30岁左右的东亚男人。他穿着寻常的深棕色皮夹克，身材很匀称，头发黑棕交杂，梳着很常见的3-7分，棕色的眼睛里透着清晰的怒意。这位就是严坤，如今在天泉神殿内部炙手可热。他的面前放着一台笔记本，笔记本上显示着的是一张地图，地图上有着数十个红色的小圆点，每一个小圆点的旁边都有一个亮起的人名。此时，一个叫李孝南的名字已经暗淡了下去，这是手环实时反馈过来的生命信号，定位还在，但是名字熄灭，就意味着生命体征已经没有了。这次遇到了厉害对手。严坤沉声说道。他本以为有心算无心，能够给华夏人挖个大坑，直接让他们知难而退。可没想到自己的得力手下，居然死在了自己的狙击手枪口之下。然而，这时候第2道狙击枪声陡然响起。砰！严坤被震得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。他立刻反应了过来，道：糟了！刚才光顾着震惊了，居然忘记了把这事儿通知狙击手了。果然，面前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又有一个名字暗淡了下去。时间倒回2分钟前，那台杰尼赛斯的司机被一枪爆头了之后，坐在副驾驶上的人立刻慌张地跑了下来。此人倒是极有经验，始终猫着腰，沿着停在街道旁的那些车子侧面前进。由于天色比较黑，那位于200米之外的狙击手根本没认出来是自己的同伴。他的狙击水平相当不错，观察1分钟之后提前开枪，打了个时间差。在这个副驾驶的同伴刚刚出现在2台车空档之中的时候，子弹恰好来到，打爆了他的脑袋。队长，任务完成，全部爆头。狙击手的声音在通讯器中响起。全部爆头，你做的可真好啊！严坤咬牙切齿，
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，面前的木头桌子顿时四分五裂，而那台笔记本电脑也是重重砸落在地，黑停了。仔细看去，那笔记本屏幕上已经布满了细密的裂纹，这都是被严坤那一掌给震出来的。妍希，你不愧是咱们灵州的优秀刑警，水平果然可以啊。苏无忌说道。此时他和朴妍希的停车位置并非南离大学的正门，而是在300米外的一处街道旁。这条街的两边都是自习室、夜店以及旅馆。影子少主为什么这么夸我？朴妍希的俏脸上仍旧挂着安静的微笑。我实际上并没有参与什么。苏无忌说道。这台杰尼赛斯不是你提前租好的吗？没错，是我租的，这能说明什么呢？朴姐姐微笑道。苏无忌说道。我看了关于伯克的审讯笔录，其中提到天泉神殿在南离国的同僚们在出行时习惯乘坐杰尼赛斯，也许这是严坤的个人爱好，也正是这个原因你才租了这台车，对吗？也正是因为苏无忌所乘的车型跟清月计划行动组的一样，严坤才会错认，在大意之下贸然下达了开火的命令。朴妍希并未承认，他轻轻摇了摇头。我租车的时候只想着让你坐得舒服一点，其他的可真没考虑这么多呢。姐姐就是贴心。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。随后他又拿起了手机，打开了博客的邮箱界面，给严坤发了个通话邀请。这一次对方并没有立刻接听，苏无忌锲而不舍地连续打了4次，对方终于接通了。双方先是各自沉默了几秒钟，苏无忌随后率先开口。我是想来对你们展现一下关怀的，我刚刚好像听到了第2声枪响，不会是你们又把自己人打死了吧？这家伙真是杀人诛心，一环不落。严坤被气得浑身发抖，停顿了10几秒钟，他才说道：我们之间本来并没有生死之仇。苏无忌呵呵一笑：之前或许没有，但现在可有了。严坤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华夏警方应该退出此事，这是天泉神殿和月影神殿之间的争斗，不然最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，我说不好。苏无忌嘲讽地说道：你都用狙击手来对付我了，我要是在这时候选择退出，岂不是脑子坏掉了？林若哈，哎，严坤的声音之中满是冰冷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看看谁能对付谁。说完，他主动切断了通话。苏无忌扭头看向了朴妍希：妍希，时间正好，咱们去吃个早餐。林若哈，哎，朴妍希微笑着说道。苏无忌下了车，直接走到了一处小吃摊前，说道：我们要3份芝士年糕火鸡面，2份是正常量，第3份要煮5包面，再加10个煎蛋。朴妍希抿嘴轻笑：我要小份就可以。而这个时候，严坤又打开了自己的手机，调出了所有组员的生命监控界面。随后他的眼睛狠狠一明，因为又有一个名字暗淡了下去。这是那个狙击手。混蛋，该死的混蛋！此时严坤感觉到自己似乎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喉咙。短短10分钟之内，连续死掉了3个人，一张猎杀之网已经不知不觉地展开了。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做成这件事情了？严坤狠狠皱着眉头，百思不得其解。组长，艾斯克林也死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一名下属问道。他的声音里明显透着慌张。清月计划的行动组
一直是兵强马壮，什么时候遭遇过这般滑铁卢？死了3个人，却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。严坤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立刻开门跑了出去，身形迅速消失在走廊的转角。等他跑到了旁边教学楼的天台，只看到了狙击手艾斯克林正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，双眼圆睁，看着仍旧悬挂于夜空之上的清月，死不瞑目。他的胸口受到了重击，已经非常明显地凹陷了下去，看起来让人头皮发麻。严坤的拳头攥得咯吱响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这不是华夏警方的行事手段，绝对不是。要么是月影神殿的反击，要么是有了第三方黑暗势力的介入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：我是严坤，为保证冰封计划的行动顺利，请求强力支援。他这次所说的是冰封计划，而不是清月计划。时间倒退回5分钟之前，狙击手开枪射杀了2人，把狙击枪拆开收拾好，正要走出所潜伏的天台，可是他却发现天台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。他得有2米多高，非常壮，身上透发着澎湃的力量波动。你是谁？狙击手警惕地问了一句。我是你爹。傻大个瓮声瓮气地回答道。正是小庞。他并没有跟自家老板乘坐同一架飞机，而是先是去了宁海机场，乘坐比苏无忌晚2个小时的航班飞了过来。狙击手见状，立刻想要从腰间拔出手枪，可是他的这个拔枪的动作尚未完成，一阵凶猛的劲风便陡然迎面袭来。那个站在10米开外的高大身影已经骤然杀到了他的身前了。轰！下一秒，小庞的重拳狠狠落在了这狙击手的胸口，后者便清楚地听到了自己胸骨断裂的声音。一拳过后，他的胸口已经凹陷了下去，身体随之狠狠一僵，因为他的心脏肺脏已经当场被重拳生生震爆。小庞在打出这一拳之后没有任何停留，直接从天台跃下，朝着小吃街的方向走去。这狙击手之前已经开了2枪了，却始终没有更换狙击位。在这种夜色之下，早已待命的小庞要是还不能锁定住对方的潜伏位置，那显然是不符合庞爷的水平的。朴妍希看着独自一人对付5包火鸡面的小庞，又看了看苏无忌，微笑着说道：除了小庞之外，你还安排谁来了？苏无忌说道：那可真没人了，如果有人来了，那也是主动跟来的。朴妍希轻笑不已：跟我你还卖关子？苏无忌说道：不管我藏了什么后手，反正你都能猜得到，我永远逃不出妍希姐姐的手掌心，就像孙悟空逃不脱如来佛祖的五指山一样。朴妍希摇头一笑，懒得搭理他。苏无忌看朴妍希不理他，于是说道：小庞，我说的对吗？小庞稀里呼噜地吃着面，说道：老板说的对，你确实像孙悟空。苏无忌一挑眉毛：呵。小庞，你俩都有金箍棒。苏无忌一拍筷子，恼火地说道：我问的是这个吗？而这个时候，一个身穿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。苏无忌3人所坐的是一个4人桌，这男人便坐在最后一个椅子上。在这种小吃街，拼桌很正常，但其他桌子都空着。这个男人此刻坐过来，明显不对劲。这西装男人对老板招了招手，说道：这桌的饭钱我来付。老板一见到是他来了，非常意外，
立刻笑脸相迎，鞠躬说道：“怎么能让金社长付钱呢？”这男人并未多说什么，而是掏出了几张明显超出了饭钱的大额钞票，放在了桌子上。我的话，你现在也敢不听了？那老板立刻脑门见汗，伸手把钱接了过来，连连陪笑鞠躬。苏无忌问道：“你是哪位？”他分明看到这个西周男人那露出袖口的小臂上面有着清楚的纹身。在南厉国，纹身者几乎被默认是黑社会组织的成员了。这个西装男人微笑道：“我叫金圣贤，目前是新村派的会长。”苏无忌咧嘴一笑，没想到随随便便吃个小吃都能见到南离首都的黑社会大佬，荣幸荣幸。话音未落，他的笑容陡然一收，冷冷问道：“谁让你来的？”新村派几乎是南离首都的第一大社团了。金圣贤是在1年前成为会长的。他早些年就是个街头混混，在这条街上收保护费，但由于手段狠辣，能力极强，被当时的新村派会长收成了义子，从此青云直上，直到继承了整个帮派。所以刚刚那的摊主见到了他，才会这般紧张。在苏无忌发话的时候，小庞已经放下了装着火鸡面的小锅，站到了金圣贤的身后了。后者如果敢有什么动作，庞爷会第一时间拧断他的脖子。毕竟苏无忌可不想看到自己就这么暴露，此次来到南厉是保密的，结果自己刚刚出门1小时就被新村派找上门来，那么自己的行踪又是被什么人所掌握的？金圣贤说道：“是我的老板想请苏先生去做客，不是我不想说，而是我老板想亲自向您介绍他的名字。”苏无忌呵呵一笑，说道：“你都是新村派的会长了，头顶上还能有老板？”金圣贤的面相看起来和地下枭雄完全不沾边。他的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，除了袖口露出来的纹身花臂之外，并不像是个黑社会大佬。但金圣贤的那一双眼睛里，偶尔却流露出些许的狠劲，那是从底层拼杀上来所形成的气场。这位会长自嘲一笑：“我的头顶上当然有老板，毕竟南厉的国情和华夏并不一样，黑与白的分界本身就没那么清晰。”你说的没错，苏无忌说道。但能让新村派这么听话的整个南离也没有几人吧？小庞的大手已经放在了金圣贤的脑袋上了，粗声粗气地说道：“不要让我老板猜来猜去。”金圣贤的脑壳感受到了清晰的压力，似乎这个大个子的5根手指随时能抠进自己的头盖骨。苏无忌咧嘴一笑：“小庞可以啊，都会主动出手了，有进步奖励1天的工资。”而这时候，2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已经走到了小庞的身后，2个枪口已然从袖间伸出，顶在了他的腰间。显然这2个枪手都是金圣贤的手下。退下，胡闹！金圣贤甚至没有转头，就知道手下干什么了。他厉声斥责道：“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敢对庞先生动枪，你们觉得自己有几条命？”那2名枪手见状，立刻收起枪，低下头，恭恭敬敬地退开了。这听起来是怒斥手下，实则是救了这2人的命。苏无忌玩味地看着这位金圣贤，说道：“金会长这准备工作做得可真是够充分的了，连我的保镖姓什么都打听出来了。”金圣贤很诚恳地说道：“主要是我老板的准备工作做得好。”苏无忌摇了摇头：“这办。”谢谢您没有为难我。
金圣贤起身鞠了一躬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老板提前交代过，在苏无忌面前，这位黑社会大佬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。于是小吃街的那些老板们便震惊地看到，在这一片区域呼风唤雨的新村派会长，居然毕恭毕敬地跟在一对年轻男女的后面。这些人都以为这一对男女必然是南离大财阀的儿女。此时一台黑色的商务车已经停在了小吃街的门口，小庞率先上了车，坐在了副驾，苏无忌和朴妍希并排坐在第2排的独立座椅上。身为会长的金圣贤则是亲自充当了司机的角色。在10几分钟前，南立大学旁边响了2枪。金圣贤说道：我的人当时也在附近，所以找到苏先生并不难。他明显是在主动解释自己的行为。但说实话，苏无忌虽然没有刻意伪装，但能在南离大学附近精准地找到他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以南立的黑道生存环境来说，能成为这里的帮派首领，绝对不可能是草包。苏无忌呵呵一笑，淡淡说道：我希望金会长了解清楚，那2枪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。金圣贤说道：在如今的南离首都，枪击案绝非小事，哪怕是我们都要顾及当地警察和检察官，争斗之时极少动枪，尤其是动静这么大的狙击枪。苏无忌微笑着说道：所以金会长想要具体表达什么的？金圣贤说道：不管对方是谁，他们之所以迫不及待想要用狙击手来解决问题，那么就说明这群人不想再拖下去了。苏无忌的笑容不变。看来金会长的思路非常清晰，接着说说看。金圣贤说道：接下来这群人必然有大动作，所以才会提前开枪来消灭一些不可控的因素。苏无忌轻轻点头，说得很有道理。我相信苏先生肯定也考虑到了这一切。金圣贤的态度很诚恳。是我班门弄斧了。苏无忌说道：既然这周围都是你新村派的地盘，但有人在这里动用狙击枪，你们就这么干看着，只是分析对方的动机，实际上却什么都不做。这话明显有些挑拨的意思了。金圣贤说道：事实上并非如此，毕竟我的头顶上还有老板，很多事情要听他的命令。苏无忌却话锋一转：不到40岁就已经成了新村派的会长，再给你10年，是不是能彻底打掉附近的7星派，坐上南离地下世界的头把交椅？金圣贤的回答很诚恳：我没想过这些，一切都得看我老板的意思。停顿了一下，他又补充道：况且首都新村派和伏吉7星派相互制衡也不是坏事。如果新村派真的一家独大，以南立的环境而言，那么我们所迎来的就是毁灭了，这都是我老板告诉我的。苏无忌微微一笑：我相信金会长实际上可没那么听老板的话，否则的话肯定没法在那么多汹涌暗流中坐稳新村派老大的位置。金圣贤不置可否，微笑说道：苏先生过奖，我能有今天，大部分是因为运气好。苏无忌问道：比如说活得久。金圣贤如实说道：在当年新村派还没独占首都的时候，我的义父收了12个义子，但是在那无数次的帮派争斗里，只有我一人活到了现在。苏无忌点点头，看了看窗外的路，并未多言。商务车行驶了半个小时，穿过了整个南立首都，到达了南郊。这里是著名的富人区，到处是占地面积很大的独栋别墅，
而这台车子则是停在了其中最大的一栋房子前。这里灯火通明，门口有好几个身强力壮的保镖看守，一看他们的行走动作便是训练有素。苏先生，我平时就住在这儿。金圣贤说道。苏无忌下了车，打量了一下房子，说道：看来新村派挺赚钱的，这栋房子普通人几辈子都买不起。金圣贤倒是什么都愿意坦诚交代。毕竟新村派控制着整个首都以及周边区域的成瘾类药物售卖渠道，这是世界上最暴利的行业，没有之一。苏无忌一脸的嘲讽。贩毒就是贩毒，扯什么药物售卖，听起来冠冕堂皇的。要是在华夏，你们已经被打掉100次了。金圣贤笑了笑。我可不敢在华夏干这种事情，到时候没被警察抓到，先被皇后酒吧的安保队抓到了。听了这句话，苏无忌骤然眯起了眼睛。这个金圣贤居然知道皇后酒吧的安保队跟缉毒大队合作的事情。苏无忌冷笑着说道：你们的情报水平确实有点超出我的想象。金圣贤说道：都是我老板的能力，对了，老板就在里面。说着，他加快脚步走到了客厅大门口，恭恭敬敬地拉开了门。在客厅里站着的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。他听到开门声，立刻转身，随后微笑着迎上前来。苏先生，好久不见，由于我不方便抛头露面，很抱歉用这种方法把你们请过来。苏无忌见到这男人，淡淡一笑。新村派对我了解的这么清楚，我还以为他们的幕后老板比雷蒙情报局还要厉害呢。要是你，这就解释得通了。这男人倒是很谦虚地说道：不，没有雷蒙情报局的帮忙，我们也没法掌握这么多的情况。苏无忌说道：再次见面，能知道你的真名了吧？随后这男人伸出手来，微笑着说道：南离国家情报院国际情报处处长金成元。与此同时，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严坤忽然间反应了过来。他对手下说道：把附近所有的杰尼赛斯都给我找出来，立刻，尤其是绿色的。之前能顺手给苏无忌挖了一个这么大的坑，说明他的脑子确实好用。此刻，这位清月计划负责人终于想到自己的疏忽之处到底在哪里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一模一样的车型，他的手下也不用枉死了。果然10几分钟之后，手下便前来汇报：组长，查到一台绿色的杰尼赛斯停在300米之外的小吃街，我调取了附近的所有监控，车上的是一男一女，他们在吃完了饭之后搭乘另一台黑色商务车离开。严坤狠声说道：那就给我找到这台车开到哪里去了。这手下拿着笔记本电脑噼里啪啦的一顿敲。他的技术相当不错，居然入侵了路网系统，查看了所有路口的监控，没到10分钟就得出了结果。组长，此人到了南郊，车子停在济光路137号别墅前面。严坤眯着眼睛说道：全员集合，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，在冰封计划正式行动之前，必须清除所有变数。